就摘下来，这也摘上来。不懂，这叫文化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，那可能就是死亡。每年的4月，中国都会迎来清明节，这是一个属于春天的传统节日。人们会在这一天回家，去纪念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。以前没有专门的墓地的时候，人们都会把去世的亲人们安置在山上，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去爬山，去纪念他们。在这一天，我们会到祖先们的坟墓前，去割掉那些已经长得很高的草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扫墓。打扫好坟墓前的草以后，我们会点上香，点上蜡烛，挂上坟飘，然后在坟墓前放一些亲人生前喜欢吃的东西。简单来说，在我们的传统里，点香、点蜡烛、挂坟飘，有一点像打电话。它是在告诉那些已经离开的亲人，我们来看你了，快来一起吃东西，聊聊天吧。然后我们会跪下来磕头，磕头的时候，很多人也会在心里许一些小小的愿望，希望这些已经离开的亲人们可以继续保护我们，给我们一点力量。接下来我们会烧一些纸钱。小时候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要烧这些东西，因为我并不相信这些纸钱会变成真的钱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，这更像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。就算亲人们已经离开了，我们还是会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一点儿。所以人们会用这样的方式继续表达想念。这个花不要人，这个花不要人，你看这个花不要人。这是谁买的？不过清明节也不只是扫墓，对很多家庭来说，这也是一家人难得在一起的时候。所以扫完墓以后，我们会直接坐在山里，一边吃东西，一边聊聊最近的生活。哇，叔叔你好厉害哦！其实我已经有5、6年没有参加过家里清明祭祀的活动了。我还记得小时候，
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群山。上山的时候，我爸喜欢找各种各样的水果给我吃。山上还会遇到很多农民养的大狗。那时候没有高铁，也看不到这么多楼房。但是现在，山的旁边出现了新的城市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不会再参加这样的传统活动了。也许未来的某一天，清明节会变得越来越简单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它还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因为在这一天，我们会回家，会想起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们，也会重新和家人坐在一起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看完了这个视频，大家对于清明节是不是有了一点点的了解？那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云南腾冲啊。上2个星期我是特别跟我的学生请了假，然后我回到了我的老家去参加清明节的这个祭祀活动。其实从我上大学以来，已经有10多年我没有参加过这个清明节的祭祀活动了。然后这是差不多10多年以后的第一次，我在特别去为了参加这个活动回到了我的老家。然后这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跟我小时候的感觉非常不一样，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2个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啊。首先第一个事情呢，就是说我小的时候觉得清明节这种节日挺麻烦的，我觉得很麻烦。因为你看我们要准备很多吃的东西，然后要把这些吃的东西背上山，你要爬山挺累的，然后还要就是准备很多的饭菜，然后跟亲戚们一起吃。这些亲戚我可能1年也不会见面2次到3次，可能不会超过3次，所以你还要去跟他们社交，去想话题跟他们聊天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小时候我觉得这个节日很麻烦，所以我挺不喜欢参加的。所以我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没有在我的老家以后呢，我就不参加这个活动了。而且我小的时候也觉得这个活动好像一个迷信一样，迷信就是你去相信一些不科学的事情，那这是一个迷信。我会觉得这些大人们都很笨，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迷信，然后还要为了这个迷信去做这么多的事情。可是这一次我再去回到这样的祭祀活动中，然后去跟这些亲戚这些大人们聊天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是迷信，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是迷信，他们也不相信我们做的这些事情，那些亲戚那些去世的亲人们会看到，会听到，会感受到，或者是会收到我们烧的那些纸钱，他们也不相信。所以说既然他们不相信，为什么他们每年还可以坚持做这样的事情？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样的祭祀活动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去见一见那些1年都见不到几次面的亲戚朋友。对，在这个机会里面，在这个时间里面，我们可以去跟亲戚们见面，可以一起去做饭做菜，然后一起去野餐，然后一起去爬山，一起去运动，然后我们可以互相聊一聊我们最近的情况。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祭祀活动，但是也是一个我们跟亲戚跟家里的人见面的很难得的机会。所以我会发现这些大人们，他们虽然不相信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每年去做这个事情，就是因为他们也需要这样一个机会跟自己的那些亲戚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节日了。
那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，其实我在这2年也经历了一些亲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事情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让我难过一段时间，可能会让我难过1个月、2个月，或者1年、2年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这样的难过不是一段时间，它是一辈子的。在他们离开以后，每次我想到他们，我都会有很难过的感觉，我都会有很后悔的感觉。所以说，慢慢的我理解了，其实我们是真的需要一辈子去接受亲人离开这个世界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古人很聪明，他们也知道这种痛苦的感觉是很长久的，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，所以他们就创造了这样的节日，像我们聚在一起祭祀，去纪念去世的亲人，这样的节日1年是有3次啊，在贵州是有3次，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有几次。像清明节，还有中元节，还有过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全家聚在一起吃饭，然后祭祀，然后去聊一聊这些亲人，去想念离开的那些亲人，所以1年是有3次。那在这些习俗，在参加他们的这些活动中呢，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的痛苦减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么难过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那么痛苦。在面对亲人离开这个世界这件事情上面，我的家人们一样的痛苦，还有他们一样的很难接受这个事情。那当我知道有人跟我的感觉一样以后呢，我的这个痛苦就减轻了。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孤独的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痛苦。所以说每年3次这样的机会，让我可以跟家人们，可以跟亲戚们聊聊天，去想念一下离开的那些亲人。那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心理治疗的机会。其实一直以来呢，在中国我们都没有去找心理医生的习惯，但是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习俗，在这样的传统中，其实我们互相都是对方的心理医生。我们的聊天，我们的互相帮助，我们一起去运动，一起去做吃的，都是一次非常好的心理治疗的机会。那通过这样的活动呢，我会觉得说我更容易接受，我更容易接受亲人离开的这个事情，而且我也觉得说更温暖，因为我的家人也在支持我，他们也有同样的痛苦，需要我的帮助，需要我的支持。所以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，我的痛苦减轻了吧。所以说现在我慢慢的意识到，像这样的习俗它为什么可以存在几千年，是因为我们人类是真的需要它。可能古代没有心理医生，那我们就要通过互相支持、互相交流的方式来寻找帮助，来得到心理治疗。所以这2个事情呢，是我这次回老家参加清明节活动学到的2个事情啊，是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的2个事情。其实现在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会放弃1天的工作，去参加清明节的祭祀活动了。小的时候，每年的清明节，我们家都有20-30个人会来吧。可是这次我回家，只有10个人去参加了这个活动，而且在我的这一辈里面，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没有来，因为他们都有工作，他们都觉得为了这个习俗活动去请假1天是不值得的事情，所以说他们都没有来。我会觉得有一点难过，因为小时候这个节日是还挺热闹的，可
可是现在30多岁再去参加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而且我听说在有的地方，有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去做这样的活动了，他们会花钱请一个跑腿，然后帮他们去爬山，帮他们去点燃香和蜡烛，帮他们去烧纸钱，他们会请一个跑腿这样做。跑腿的意思就是你找一个人，然后你付一些钱给他，让他帮你做一个事情，那他是一个跑腿。所以可以说，像这样的传统在年轻人中间，其实它的重要的意义是越来越小了。或者是说，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这样的传统活动其实不仅仅只是迷信，更多的是可以把所有的家人都连在一起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一起增进一下我们的感情啊。对，特别是我是独生子女这一代，我的兄弟姐妹也都是独生子女，所以说可能大家觉得没有那么多的必要去延续这样的传统了，我觉得很可惜。不过我觉得从现在开始，我应该会尽量每年都回老家参加这样的活动吧。好吧，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